阵头晕目眩。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里，身边一群穿着清朝衣服的女人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。突然耳边响起一个机械音：欢迎来到《甄嬛传》规则怪谈，在这里你务必遵守以下规则：一，在宫中要时刻注意等级之分，低位嫔妃不能违抗高位嫔妃的命令。规则二，每天都要去皇后宫中请安。规则三，甄嬛是绝对的好人，你可以无条件相信甄嬛的话。规则四，宫中没有水井，如果你见到，请务必远离，除非你想看到变成泡芙的夫子。规则五，华妃是绝对的反派，她的指令请尽可能拒绝。规则六，如果宫中有妃嫔怀孕，皇后将开启黑化模式进行无差别攻击。规则七，安陵容对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选项，请尽量不要刺激安陵容黑化。规则八，沈眉庄是好人，但如果甄嬛或温实初受伤，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。规则九，皇帝喜欢和纯元皇后相似的妃子，请务必确保自己有和纯元皇后相似的一处地方。规则十，齐嫔愚蠢却实在美丽，见到齐嫔，请毫不吝啬地夸赞她的美貌。如果不能让齐嫔满意，会发生可怕的事。规则11，在陷入绝境的时候，可以选择向端妃求助，她有50%的概率会帮你。规则12，太后娘娘信佛，千万不要在她面前做出亵渎神佛的事。规则13，欢宜香可以安抚躁动的华妃，粉色衣服可以安抚躁动的齐妃，纯元故衣可以安抚暴怒的皇帝。规则14，钮祜禄甄嬛是熹贵妃，不是甄嬛。此刻规则3将会失效。规则15以上有一条规则是假的。说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这是来到《甄嬛传》的世界了，还是一个被魔改的规则怪谈《甄嬛传》世界？这些规则听起来就很诡异，一边说低位妃嫔绝对不能违抗高位妃嫔的命令，一边又说尽量拒绝华妃的指令。而且那条规则说，在陷入绝境的时候可以向端妃求助，竟然只有一半的可能会得到她的帮助。那另一半规则虽然没有明说，我却想象得到另一半就是他不打算救我，反而打算落井下石，让我死得再快一点。最离谱的是，规则里面还有一条是假的。苍天，虽然我是个10级真学家，可我怎么觉得我活不过1级呢？姐姐想什么呢？再耽误下去，可就错过了跟皇后娘娘请安的时辰了。我一扭头，看到一个梳着简单发髻的女子，这女子身穿碧绿色衣裙，眉目温柔，眼睛水汪汪地看着我，是个小家碧玉的典范。只是不协调的是，她的皮肤过于苍白了，白的就像尸体。安陵容，这不是安陵容吗？为什么她叫我姐姐？我是个什么身份？难道我也是妃子？想到规则里说，安陵容对我的态度取决于我的选项，尽量不要刺激她黑化。于是我不顾她冰冷的体温，立马亲热地拉起她的手。好妹妹，还不是昨个没太睡好吗？导致今早醒来头昏昏沉沉的，险些错过了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说到底，还多亏了妹妹提醒我，妹妹真是我善良的解语花呀。我的热情让安陵容不知所措地怔了怔，在听到我夸奖后，她苍白的脸上竟然泛起一阵红晕。姐姐玩笑了，这都是妹妹应该做的。安陵容看着被我紧紧握住的手，不知道是抽出去好还是不抽出去好，我却不管那么多，亲亲热热地挽着她的手臂，一口一个好妹妹。姐姐莫要再拿我取笑了，再耽搁真的要错过给皇后娘娘请安了。我笑着说是，下一秒却面色一僵。皇后的宫殿怎么走？我就是看过再多遍电视剧也不会知道啊。于是我不着痕迹地装作天真活泼的样子，妹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，我给妹妹表演一个踩脚印。安陵容无奈地摇摇头，不敢再耽搁时间，径直走在了前面。我长舒一口气，这一关算是过去了。因为我的捣乱，我和安陵容到的迟了点。此刻的景仁宫内已经坐下了乌压压一大群妃子，皇后、齐妃、甄嬛、沈眉庄、齐嫔、新贵人，甚至还有于莺儿。明明不应该出现在同一时间线的妃子，此刻竟然全都诡异地聚集在了一起，唯独不见的是华妃。想来也正常，电视剧里华妃不是就爱和皇后作对，
在请安的时候迟到吗？这些妃子虽然容色秀美，却神色呆滞，仔细一看，眼中还有一丝不正常的猩红。她们个个皮肤苍白，嘴唇红艳，气质上给人的感觉森冷无比。我刚踏入殿中，这群妃子便齐刷刷地转头看向我，被一个个面无表情的人紧紧盯着，让我不寒而栗，像是被什么恶鬼盯上了似的。袁贵人来了，见了本宫为何不拜？坐在上首的皇后机械地开口，她的声音如同寒冬腊月般冰冷，毫无感情的眸子紧紧盯着我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却见皇后那白的不正常的皮肤下有什么东西在鼓动，好像下一秒将会有东西从这副皮囊里面破体而出似的。我心下一惊，在我意识到这具袁贵人是在叫我后，我连忙跪下，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，恭恭敬敬地给皇后下跪请安。皇后皮囊下的躁动停止了，那种不安感也随之消失。平身，袁贵人作为这批新秀妃嫔里最得皇上看重的一个，切记做好表率，不可失了分寸。皇后娘娘教训的是，皇后摆了摆手，示意我坐到一边去。我战战兢兢地坐下，心里琢磨着自己这个源自封号。要知道，已故的纯元皇后可是皇帝最爱的女人，她怎么会随意给别的妃子赐封号源呢？哪怕是女主角甄嬛，也不过得了个纯元的小字管，而且我居然还是皇帝最看重的妃子，我何德何能啊？难不成我抢了甄嬛的女主剧本？想到甄嬛，我不禁看向另一侧那个一袭素色宫装的女子，注意到我的视线，她朝我扯了扯嘴角，分明是想向我传达善意，我却硬生生从她那张僵硬的脸上感到了一丝惊悚。华妃娘娘，我心里一紧，华妃终于来了，这可是规则明确告诉我的，华妃是绝对的反派，她的命令要尽可能拒绝，因为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。只是在拒绝她的同时，又不能违背规则一。众位妹妹都来了，昨个皇上给本宫折腾得太厉害，导致本宫今天请安来迟。皇后娘娘不会怪罪。华妃神色轻蔑，挑衅地看着皇后，跟在场妃子那些僵硬的脸比起来，华妃的骄纵在此刻竟然都显得真实可爱了些。皇后哪里会怪罪她？示意不要紧，华妃便径直去皇后之下的首座坐下了。我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然而我突然有种被狼盯上了的感觉，心里一阵恶寒，下一秒便听哪个是袁贵人？听说袁贵人最得皇上宠爱，今天正好让本宫见识见识。我心跳加速，但仍然恭恭敬敬地出列给华妃请安，那种感觉更强烈了，就好像身边有一条随时会进宫的毒蛇一样。这什么该死的皇帝宠爱，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反正我是不想要。哟，怪不得皇上喜欢这张脸，真是我见犹怜，连本宫也不得不赞叹一声，好皮相。华妃冷冰冰的声音回荡在大殿内，娘娘倾国倾城，岂是嫔妾这等蒲柳之姿可以比的？我将姿态放得很低，华妃眼神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，眼里的恶毒几乎藏不住。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微微一笑，道：袁贵人倒是会说话，宋之是娘娘。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下一秒果然见宋之端进来2个盘子，她那米老鼠般的发髻有些太大了，在头上晃晃荡荡的，配合着苍白的皮肤，更显诡异。小主吃吧，这可是翊坤宫独有的冰丝雪燕和白玉琼浆。我看了一眼那2个盘子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只见左边的盘子中一片猩红，浓重的血腥味冲入我的鼻腔，让我几欲呕吐。我强忍不适，仔细看了看，发现是一只血燕，一只被剥了皮的血燕，没有经过蒸煮，就这样血淋淋地放在盘子里。右边的盘子也不遑多让，那所谓的白玉琼浆，就是一只只白花花的肉虫，油腻又恶心，上面还沾着黏腻的汁液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太恶心了！长这么大，
我何时见过这么血腥恶心的食物？别说吃了，哪怕是看一眼，我都想吐。不过恶心已经是次要的了，这可是规则。怪谈世界规则明确地说，要尽量拒绝华妃的指令。谁知道真吃了我会不会出什么事？华妃见我犹豫，竟然露出了欣喜的神色，猩红的嘴唇裂开一个巨大的幅度，在这张如涂铺了面粉似的脸上极为可怖，但绝不是人能做出来的表情。怎么袁贵人不想吃，那便是违抗本宫的命令，违背规则可是要接受惩罚。华妃突然身体膨胀了起来，有什么东西正在皮囊之下蠢蠢欲动。不，嫔妾怎敢辜负娘娘的好意？只是近来有些暑热，嫔妾实在胃口不佳，怕是不能全吃光娘娘的赏赐。华妃打量了我一会，胃口不佳也不至于一口都吃不下。这两样东西，袁贵人选一个。我舒了一口气，心道一声果然。我想着，虽然这是个诡异的怪谈世界，但应该不会不给我活路。吃下华妃的东西就是违背规则，不吃也是违背规则。一旦在二者之间，一定有某种平衡。现在看来，其实这两样东西不用都吃，其中有一个是正确选项。问题在于如何知道哪个是能吃的。说白了就是在赌命，赌那50%的概率。我犯了难，华妃的身体更加膨胀了。我再不做出决定，将会发生可怕的事。我紧张的冷汗都下来了，是那个血腥的血液，还是肥腻的肉虫？突然，我想到了那条规则3，甄嬛是绝对的好人，你可以无条件相信甄嬛的话。在华妃的皮囊即将裂开之际，我大声说：“嫔妾突然想到，管贵人一向对厨艺颇有研究，不知管贵人对这2道菜有什么看法呢？”华妃一愣，阴冷的视线看着甄嬛。甄嬛顿了顿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血验过于滋补，对身体有害。倒是白玉琼浆新鲜爽口，是个不错的吃食。”我怕华妃又发生什么变故，立马忍着恶心，抓起一条肉虫放到嘴里，顿时一种极其油腻的感觉蔓延在我的口腔。我敢保证，咽下去那一刻，我的脸都绿了。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恶心的东西。好在我没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，看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将问题抛给甄嬛，无论她说什么，我都可以无条件相信。我平复一下心情，对华妃说道：“多谢娘娘的好意，白玉琼浆果然很特别，来日我定会到娘娘的翊坤宫中登门拜谢。”华妃的躁动停止了，又变回了女子的体型，只是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。她冷冷地看了一眼甄嬛，说了句很好，便起身离开了景仁宫。经过我时，她低声对我说了句：“来日方长，你且等着。”我跌坐在地上，冷汗打湿了衣服。怪谈世界，步步惊心，稍有不慎便会丢了性命。请安结束，众人纷纷离开景仁宫，可皇后却将我留下了。我警惕地跪伏在地上，等着皇后的指示。谁料皇后竟然叹了口气，命令简秋拿出来什么东西递给我。本宫自打第一眼看你，便觉得你很是亲切，于是给你准备了份礼物，你看看可还喜欢？我打量着手中的华丽宫装，耳边突然又响起那个机械音。获得物品纯元故衣。这就是纯元故衣，规则里说穿上它可以安抚暴怒的皇帝，可皇后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压下心中疑惑，我恭敬说道：“嫔妾谢娘娘赏赐，这衣服华丽端庄，嫔妾真是喜爱极了。”自从姐姐不在了，这么多年，本宫只觉得身边越发孤寂，如今见了你，却也觉得日子有意思不少。袁贵人若是得空，可常来景仁宫坐坐。景仁宫气氛阴森又压抑，我只想尽快离开这里。皇后摆摆手，说她头风犯了，让我先下去。终于出了景仁宫，此刻我方才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。只是我还没高兴多久，
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有点迷路，按理说不应该啊。虽然皇宫很大，可我从小便有着很强的记忆力，特别是在认路这方面，只要我走过一次的路，就不会忘记周围的景色越来越陌生了。而且这么大个宫殿，竟然连一个宫女太监都没有，只有萧瑟的风声配着阴沉昏暗的天色，像极了恐怖片场景。突然我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，竟然是一口水井。规则：四宫中没有水井，如果你见到，请务必远离，除非你想看到变成泡芙的福子。想到这条规则，我立马拔腿就跑。然而无论我怎么跑，视野之中却总有一口水井和我维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我这是遇到鬼打墙了吗？好累，跑不动了。我停下脚步，那口水井也跟着停下了。我紧紧盯着它，突然周围刮起了狂风，还出现了什么哀哀怨怨的声音。只见一个宫装女人从井里爬了出来，她身体被泡得浮肿，皮肤上肉眼可见有一群黑色的虫子在爬它，头发湿漉漉的，凌乱地披散在脑后，指甲又黑又长，活脱脱一个厉鬼的形象。贞子，不对，是福子被华妃害死扔到井里的福子。我扭头就跑，可是刚一转身，就和福子撞了个满怀。福子那双浮肿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一双眼睛全是眼白，没有黑眼珠，阴森森地盯着我。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？我明明没做错什么，我也没有勾引皇上，为什么呀？我要杀了你！福子双手掐住我的脖子，散发着恶臭的身体凑到我身边。不是冤有头债有主，害你的人又不是我，你杀我做什么？我被掐得脸通红，用力掰开福子的手，却怎么也掰不动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绝对会死的。意识模糊之际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华妃娘娘还在等我，再晚一会可就迟了。到时候华妃娘娘一定会生气的。福子的手骤然一松，我立马挣脱开，贪婪地呼吸着空气。在她那张苍白浮肿的脸上，我竟然看出了一丝恐惧。华妃不能让华妃生气，不然会很可怕。福子喃喃自语，想到华妃竟然打了个冷战，然后立马跳进井里，不肯再出来了。我嘴角一抽，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迅速消失不见的水井。很好，看来华妃对福子还真是血脉压制，哪怕福子死了都怕华妃。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，反正死马当做活马医了。没想到搬出来华妃还真有用，竟然得救了。不过侧面证明华妃的确很可怕，以后还要更加小心才是。在水井消失之后，鬼打墙也跟着消失了。我就说嘛，我怎么可能会迷路？很顺利地回到了延禧宫，安陵容竟然在门口等着我，一见到我便热情地拉过我的手。姐姐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？当然没事啊。近日请安华妃当众为难姐姐，我还以为姐姐要凶多吉少。陵容只恨自己人微言轻。说到这里，安陵容那双空洞的眼睛里像是有了什么情绪似的，竟然掉了2滴泪下来。我哪忍心见美人垂泪，连忙摆摆手，没事了。陵容，我这不是好端端回来了吗？今天也多亏了管贵人出言相助，要是没有甄嬛，我还真不一定能选对。谁料安陵容突然面色一变，有些意味不明地说道：安姐姐足智多谋，学识渊博，姐姐喜欢她也正常，不像陵容什么都不会。安陵容越说越奇怪，她身上散发的冷意也越来越重，给我冻得打了个哆嗦。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安陵容为什么突然发生奇怪的变化？想到规则说的不能刺激安陵容黑化，再联系电视剧中安陵容的性格，我心下有了思量。安陵容敏感又自卑，你对她好她会感动，但同时她有着很强的不配的感，稍有不慎就会步入另一个极端。我拉起安陵容冰凉的手，陵容，胡说，什么管贵人，便是再怎么厉害也和我没关系，陵容才是我唯一的妹妹，在这深宫里我们要互相扶持才是。
果然，安陵容的冰冷瞬间消失不见，体温也在急剧升高，面上甚至带了一丝红晕。有姐姐这番话，我死也无憾了。所以安陵容真的是喜欢女人吗？所以她刚刚果然是在吃醋，还有那么点可爱。我一定是疯了，居然觉得怪谈世界中的怪物可爱。安陵容亲亲热热地拉着我说话，门外却突然出现一个太监身影。我仔细瞧了瞧，顿时觉得不妙，这不是苏培盛吗？和电视剧中有些和蔼可亲的模样不同，眼前的苏培盛苍白着一张脸，眼睛黑洞洞的，他神色僵硬，面颊上还带着一团违和的红晕，就像是民间的陪葬品纸人似的。皇帝身边的贴身大太监，他来干什么？一准没有好事，我心中警铃大作。小主，好消息，皇上说了，今晚还是您侍寝。我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侍寝？那不如杀了我吧！我一个黄花大闺女，这辈子还没谈过恋爱，居然就要在这个诡异的世界里侍寝了。而且皇帝作为后宫的主宰者，一定是非常危险的。去侍寝说不准我就要小命休矣。最主要的是有一条规则说，让自己确保有像纯元皇后的一处地方。可我就一个普通人，不像电视剧中的妃子，有的会写诗，有的会吹箫，有的会弹琴，我能有什么像纯元皇后的地方呢？如果被皇帝发现了我和纯元并无相似之处，岂不是就违背了规则？我头皮一麻，不行，就是没有相似之处，我硬学也要模仿出来。可是这宫中诡异又森冷，谁能熟悉？纯元皇后，我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甄嬛身边的崔槿汐。崔槿汐是服侍过纯元皇后的，要说宫中除了那3个 boss， 还有谁最了解纯元？非她莫属。我得去碎玉轩一趟。想到这里，我拉过安陵容，说：“这管贵人今天帮了我，我应当登门拜访才是。只是我需要她带个路。”安陵容幽怨地看了我一眼，却也没有拒绝我。碎玉轩，真实的碎玉轩和电视剧中差别很大。房门紧闭，院里没有小云子，也没有流珠浣碧，门庭森冷的，像是来到了冷宫。一阵风吹过，卷起了满地落叶。我敲了敲门，碎玉轩的木门发出难听的响声，像是年久失修一般。是甄嬛本人给我开的门。见到我来，甄嬛有一丝惊讶，嘴唇动了动，却还是将我请了进去。袁贵人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感谢姐姐的。今天给皇后娘娘请安时，华妃刁难，还多亏管姐姐出言相助。甄嬛面无表情地摇头，眸中不带一丝色彩。这没什么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袁贵人如果没有别的事，就请回吧。这个甄嬛怎么永远都是一副对什么事都不关心的样子呢？华妃可怖，却又阴狠嫉妒；安陵容冰冷，却会吃醋难过。就连苏培盛虽然也很僵硬，可在与我说话时，却也带着几分谄媚。只有甄嬛，一直以来都不带任何情绪，仿佛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。她不想害我，甚至她说的话我可以绝对相信，但她也不会主动帮我。她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上心。这个女主角还真是不简单。其实我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想见见姐姐身边的槿汐姑姑。听到这句话，甄嬛向来淡漠的眼中竟出现了一丝波动。你要见槿汐？是，我有要事找槿汐姑姑，姐姐帮我。我神色十分真诚。安陵容见状也帮我说了几句话。甄嬛有些犹豫不定，但拗不过我，只好说道：“我可以带你们去见槿汐，只不过槿汐病了，现在的样子有些吓人，你们最好做好准备。”崔槿汐病了。我突然想到，整个碎玉轩都没有一个吓人这件事，难不崔槿汐的病和这有关？我哪里还顾得上吓不吓人？更恐怖的东西我也见过了，连忙催促甄嬛带路。甄嬛又恢复了那副淡漠的样子，带着我和安陵容往碎玉轩深处走去，直到在一扇房门前停下。甄嬛拦住安陵容：“只袁贵人一个人进去便好。”
安令荣顿时开始冒冷气，物理意义上的那种，我明显感觉到变冷了不少。我连忙拉住安令荣的手，令荣听话，在这里等着我，不然我也不放心。我顿了顿，真诚地看着安令荣的眼睛，我需要你。安令荣瞬间一模糊化开的冰山，柔柔地点了点头。我等着姐姐便是。我心里感叹一声，竟然真像个小女孩似的，便收回了心神，推开崔锦熙的房门。房门一开，有一股腐臭的味道瞬间涌入鼻腔。待我迈进去后，甄嬛便把门关上了。我看向臭味的来源，那是一个巨大的肉状生物呈现在我眼前。这生物巨大无比，几乎占据了3、4个屋子，就好像一个被砍断的触手，长得是无比恶心。它甚至还在蠕动，甚至还发出了一种低低的呻吟声。这呻吟声饱含痛苦，仿佛经历了什么惨无人道的折磨。我心下大骇，这该不会就是崔锦熙吧？这就是甄嬛说的生病吗？也是锦熙姑姑吗？我试探着向那恶心的怪物问道。怪物蠕动着肥瘦的身躯，听到我的声音，竟然停止了呻吟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不多时，怪物竟然发出了人类的声音。是我，还真是啊！不敢置信，崔锦熙怎么会从一个精明能干的宫女变成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？怪不得甄嬛把她关在岁月轩里，这副样子哪里还能出来？锦熙姑姑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你是生了什么病？崔锦熙沙哑着嗓音说道。不是我病了，而是我还清醒着。崔锦熙慢慢地流动到我身边，出手缓缓地将我包围住，静静地打量着我。我起了一身疙瘩，生怕这怪物害我。愿贵人来岁月轩，有什么事？崔锦熙话题一转，并没有正面回复我。我听说锦熙姑姑早年在纯元皇后身边侍候，而皇上对纯元皇后的爱重满宫皆知，故而我想问问锦熙姑姑，纯元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可有什么我能学去的地方？或许是没料到我竟然是为了这个而来，也没料到我如此真诚。崔锦熙顿了顿，随后用一种诡异的声调说：“奴婢奉劝小主一句，不必特意模仿些什么，做你自己便好。”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让我皱了皱眉。可是我不模仿纯元，就是违背规则呀。无论我在说什么，崔锦熙也不肯向我过多透露了。只是当我想要离开时，崔锦熙又叫住了我：“小主，假亦真实，真亦假，真和假，小主分得清吗？”姑姑这是何意？崔锦熙慢慢蠕动着后退2步，声音越发飘忽不定。奴婢方才说过了，这宫里清醒着的人是越来越少了，想必小主早已发现了异样。这是自然，在这个诡异的世界里，妃嫔们皮囊之下是恐怖的怪物，表面上看着和和气气，却神色僵硬，像般冰冷。只是这是众人心照不宣的隐晦规则，没有人将它拿到明面上去说，但也许只是时机未到罢了。终有一天，遮羞布会被扯下，这个世界的诡异将毫不顾忌地暴露出来。小主觉得他们是人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自然不是的。崔锦熙又有些急促地问道：“那小主觉得奴婢是人吗？”我犹豫了，因为崔锦熙看着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，可他思维清晰，能够友好友善地交流。最主要的是，他将这个世界的真面目放到台面上和我谈。姑姑虽然样子可怖，却是我见到的唯一真诚之人。听到这话，崔锦熙哀怨地叹了一声：“阴阳颠倒，世界陷入混乱，人们都变成了披着人皮的怪物，只有少数人还清醒着，却也成了像我这般见不得光的怪物。还有一种人，便是如同我家小主一般，将自己伪装成他们的样子，才能藏匿其中，不被同化。”我怔怔地听着，原来这是个阴阳颠倒的世界，人成了怪物，怪物成了人，而保持清醒的人则会付出代价，慢慢的也变成怪物中的一员。只有甄嬛将自己伪装了起来，怪不得她那样淡漠，或许是因为对这个世界感到太过绝望。
宿主察觉世界真相碎片1，触发主线任务，成功存活3天并恢复世界秩序。任务完成，可离开怪谈世界。我眼前一亮，太好了，终于有了回到正常世界的办法。虽然怪谈世界危险重重，可至少有了希望。夜色渐浓，终是到了我侍寝的时刻。